大家好啊，新加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岱荣。因为我很想念你，我想马上呢就去新加坡看到你。那么一些成长的朋友们都会知道，我的名字叫吴贵安。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电视台也曾经有演过4、5年的电视剧。最重要，我这2个老朋友，金曲拱、洪国瑞。我很高兴我自己能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演员这个工作。谢谢你们的支持。今天这场拍摄非常特别，对我和制作单位来说都是第一次。不过我还是感到有点熟悉的，因为好像就是在播新闻的时候常碰到的现场连线，而我连线的对象就是身在香港的吴岱荣。那今天呢，我会和他一起去远足和探险，要怎么做到呢？和我一起来吧。你好，你好，你好，这是舒华，我懂你节目的连线。对啊，舒华你好，你好，舒华你好啊！你好，岱荣。这是呢，这是廖俊纯，我的前辈。对，舒华。你好，你好，你好，舒华姐。你好，不会，廖大哥好。哎，好，你们今天就是在香港嘛？看你们的穿着，天气怎么样？哇，凉快得很。你看我都有那种领巾啊，保住景象。年纪大要保住景象。这里是30度，30度啊！我们这里应该多少度？20度吧。20度，好令人羡慕哦。这边山路很多，俊雄大哥说了，空气好啦，很舒服啦，这样。他们有个团队的，就跟周润发他们了，很多时候每个礼拜几次去跑步，所以他现在真的是很健康，所以我在学习。好了，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呢，很流行的那个走山路，香港都很喜欢这样走的。你看，很多人今天不是假期啊。所以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是不能够到香港去拍摄的。那么因为吴岱荣，对他来说，香港是很重要的。如果拍摄他少了香港这个部分的话，就好像不完整了。所以这次呢，我们是通过科技，就是运用一个串流的科技，然后和他一个现场连线，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我感受他在现场感受到的那个气氛和环境。好，预备。好，可以3、2、1跑。那其实这整个体验呢是相当新鲜的。我主持了10多20年的时事节目，是第一次访问对象不在现场，然后要通过一个远程视讯的方式和他做访问，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的特别。哎，廖大哥。听说这里有一间非常棒的一个茶餐厅，对啊，很出名的。对啊，哎，到了，就是这里。要不我们吃了，等一下再慢慢跑。好，好，来。舒华，我们现在坐到一个香港很著名的一个专门喝豆腐花、还有豆浆啊、咖啡奶茶的茶餐厅。你呢？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里呢是来到了一个在东部的咖啡店。咖啡店这里不只卖咖啡，也卖各种平民的美食，让你看一下环境。
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话，会想要吃新加坡哪些早餐？新加坡呢吃那个罗蒂锅松啦，然后香港呢就吃很多那个甜仔粥啊，还有那些什么炸粮。哎，我们 BJ 马上来了，他呢那个豆腐花要来了是吧？来，哇，来了！哇，我们的老板娘亲自拿出来啊，美女正餐。哎呀，你看，哇！你下次过来我招呼你啊！哎呀，BJ 说话，你下次过来他招呼你。谢谢，我记得。好，我们这个完了，不要吃太多，继续跑步，好，好不好？好的。对，乌龟的速度，龟速。OK， 等一下见。好，待会儿见。吃饱了，他们继续跑，我也回来这里继续走。好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就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海边啊，我们给你介绍一下树花。好，然后这里呢的背景啊，就是其实是中国大陆来的这里啊，后面是中国的盐田港。树花不行了，刚才我们的桂树现在真的受不了了。我想想呢，突然间有个奇想，因为我很想念你，我想马上呢就去新加坡看到你。好。你要怎么过来呢？我要怎么过来？我拐弯，你看我那边一拐弯我就可以到了。你不相信？你看，你看我现在穿的衣服啊，还有裤子都是一样的啊，我一拐弯就看到你了。那我在这里跟你道别了。你看我护照啊，全部都带在身上了啊，拜拜。你有空也过来新加坡看我，知道吗？啊 ，OK， 来麻烦你，再见。气息，神经病。他就这么走。走了，失踪了，穿越时空，真的没办法想象。那我是不是要到某个地方去等他啊？这里是东海岸公园，吴岱荣说会来这里找我。那我现在就在等他出现。树华，哎，你好，欢迎来到新加坡。对呀，还是说应该回到新加坡？对，回到新加坡，14秒就回来，不用隔离14天。14秒，你怎么办到的？这个要问后面那些制作人员。看你一身跑步的装束哦，所以你是跑过来的。对啊，你看我的汗还在冒。对，那个现在最近因为没有的踢足球，因为足球都太多人了进。然后现在呢，我前一阵子在香港那个发哥，我学了一个叫发哥慢步跑，周润发他叫我，然后那个慢步跑，我在酒店里面直接就可以就很慢的一个原地跑。所以说的这么的好，我也想学几步，就是它主要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它呢，几个八个要点吧。第一个是，其实脚就是下了，就是前面这边下去，然后下，就大概是这样了啊。然后呢，用这个力，然后就有点提的 ，OK。然后呢，手呢放松，好像拿这个鸡蛋，不要把它抓破。拿这个鸡蛋。然后呢，这两个后面那两个骨头呢，尽量向后仰。尽量可以多吸一点空气，然后呢就拐了哈，然后舌头顶在上颚，舌头顶在上颚啊，然后眼睛一定看前方，不要看地上，然后呢呼吸是1、2、3、4，吸呼吸呼。其实大部分人知道的是你喜欢踢足球。对，而且是香港明星足球队的队员，其中一员。对。所以你踢的是后卫嘛，对吗？对。所以为什么会想到喜欢踢足球呢？喜欢踢球一定要变魔术，变魔术的那个球就出现，砰，进来，快点进来！哇，球就来了。你14秒过来，然后这个球也1秒钟就出现。这个节目开始变了 Magic Show。其实足球我是40来岁我才学，但是我很喜欢就是明星队里面的有一些，比如曾志伟啊、谭咏麟啊、陈百强他们，我们的队员他们有一种精神，就叫广东话叫攞控比幫，
就是拿球、控球、给球、帮忙。那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是 can apply to 去到人生那个做法。然后呢，就是说拿球，就是说你要锻炼到你的球人家交给你，你拿得到就用脚。但是用脚能拿得到，我就练了差不多很长的时间。然后那个拿球了，完了就控球，控球是你自己控制个球，怎么控制？你要带着球，然后要学呢，怎么给人家要准，尽量准到位，要不然你给错了就不好。然后其实最奥妙的地方就是帮，怎么帮呢？比如说现在这个是你的同伴，我是对手，但是如果这个球他要帮呢，是怎么讲呢？如果我这样站的话，你的球就交不了给他们，因为我挡住你。他帮是尽量跑出来，多一个位置，让你多一个选择，可以把球交出去，就令我们的球队这方不会把球失掉，然后就赢球，大家帮忙。而且这就是团队精神的一部分。对啦，就是踢球就大概是。然后也有一些人生道理在里头。吴岱融当然不可能穿越时空，拐个弯就回到新加坡。他是完成了香港手头上的工作之后飞回来的，并且履行了14天的居家通知，才开始拍摄。在东海岸的那场拍摄，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见面。你好，欢迎来到新加坡。但是和过去几次的视讯会议一样，他很准时，甚至应该说比预定的时间还要早。我现在这里会先吃两口之后呢，我就说走了，然后我们动了，然后这好就一起走了。吴岱融的个性非常的率直，有想法就会说出来。不过他经常强调，那只是他的建议。或许他是担心他男一男二的身份，让我们觉得难以拒绝，一定要采用他的点子。我也觉得吴岱融很念旧，而且怀有感恩的心。20岁，人生地不熟，来到新加坡服兵役。当时谁帮了他，拉了他一把，他都没有忘记。你为什么会带我来后港？后港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从我妈妈肚子跑出来新加坡了，7个月大就回去香港，21年后第一次落脚的地方就是后港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就特别带来重游旧地方。所以这一带是你30多年前第一次到新加坡来的地方。对，那个时候因为我就说了，就是在香港从来没有来过新加坡的，然后第一次来新加坡就住在我一个auntie的老金啦，就在后港这一带。所以那个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吗？对，我照镜子的时候看我自己也不一样。所以这里有哪一栋建筑或者是什么地标是你记得的？这些旧房子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就是以前都是这个房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些 hawker center， 但是现在真的完全变了，完全不一样。这一带应该是很多潮州人，因为我是潮州人嘛，我的那个auntie，等一下我要带你去见的那个auntie也是我的潮州人，也是我恩人，所以今天我要特别介绍你给他认识，好不好？行，来。嗨 Kim， 很久不见啦！哇，不必那么客气吧？哎呀，小意思。来坐。这是我最漂亮的表姑阿 Kim。然后我记得当年我在香港，因为我从来没来过新加坡，然后那个时候是他们收到信，他通知我爸爸说，你的儿子到年龄要回来新加坡当兵。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香港了，然后就想说也好啊，我去看看啦。那个时候好像是20岁、21岁左右，然后就直接飞来，我就住在他妈妈的家，然后就去当兵。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当年岱融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对他印象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小孩啊，很乖。来16了。对，我以为他是16岁吧，他是21岁。因为我都不认识，他们说他们是我的亲戚，我也是没有见过的。那个时候比较陌生了，所以
他可能刚才讲了我16岁的原因，就是可能我呆呆的，很安静。不对。呀，安静的，很乖的。个性上呢？ OK 啦，有一点脾气啦，but OK 啦，controllable。所以当时已经有脾气。作为一个演员，一定有脾气的，没脾气怎么拍戏？其实我要感谢我的安迪，他真的是帮了我。其实，在人生里面，有时候很多选择哦，拐左拐右，变好变坏，可能都会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影响，而他是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我很记得当年我爸爸因为工厂失败了，然后可能就家里面有就financial有问题，然后我还听说那时候因为我收到一封信他给我的，然后我知道我妹妹寄过来，他就大概说我们2个也不读书了，因为爸爸现在这种情况，然后因为我是那种很紧张家庭的人，然后我当时会有一些歪念，就想说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不应该做的事，就反正要想办法赚到钱。那个时候很年轻，但是他下来，我很记得他好像是下来看到我拿了封信在那边哭，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呢就安慰我，而且他还法联书那边也帮了我一点点，对，寄给我爸爸他们，然后我就安抚了。如果他们没有这样 stop 住我的话，现在我可能不在这边了。所以 Andy Kim， 你记得有这件事，然后你知道其实你有感悟了他吗？ During the period, he was very upset. And I saw he was crying. So I asked why, what's wrong with you? And he showed me the letter, which he had some family problem. So I told him, don't worry, this can be easily settled, so don't have to worry. So the next day, I just called the father, and I think we settled the problem for him. 我现在想到我都还是会感动，其实他不知道，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个事。没有 Are you aware of that？ 没有，他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事。他说今天有很好有这个我懂你这个机会，我跟我安迪想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片段给你看哦，是经典哦。啊！安德也，这卑鄙的家伙！康先生，记得这是哪一年拍的吗？哪一部戏？怒海萍中。对，怒海萍中。84、85吧。什么那首歌我记得。闯江湖半生醉，杀热血不掉泪。怒海茫茫，萍中何处去？当时的青涩岁月。还记得自己的当时剧中的名称吗？杨飘萍。你20岁回来新加坡当兵，那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改变了你一生，因为你因此进入了演艺圈，也为你接下来的就是整个演艺事业奠下了一个基础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80年代在新加坡，你拍的戏剧，我其实是有印象的。你那时候好像是叫《吴贵案》，那个是我的真名字。其实说那个时候，大概20岁吧左右，我就回来当兵。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进演艺圈的，完全还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后来呢，金鞠拱呢，就是我这个一个朋友，他引荐我进文工团。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唱歌。所以就在文工团里面有唱歌啦，跳芭蕾舞。记得你在剧中的名称是什么吗？那个是周元《盗日英雄传》，而那个时候就拍这个是这一幕吗？不是，白天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第一次打戏哦，很多东西都要重新来，这真的刚刚开始，也是很好玩。学了很多东西。是。那个时候打就基本上就不用去健身了，每天都打到很要命。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你一开始拍戏就当男主角哦，或者是一些比较吃重的角色。对。然后包括后来你到了香港进 TVB， 也是一些1、2线的角色，所以人家的印象总是觉得你好像一进电视台就顺风顺水的。你到底有没有吃过苦呢？首先这么说吧，很幸运，就是说一进去就可能样子人家会比较接受吧。我就是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两面的。如果你很容易就跑到一线当主角，今天的我很清楚，未必是个好事来的。
因为如果你一下子得到很多的荣耀，人家对你的很追捧不计一切的捧你，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有可能会年轻人嘛，很容易就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很多人把你爱戴，把你拱上去。如果一下子不小心呢，就反而会把他害了。因为其实很多例子，说真的，我记忆中我在这么多年，我差不多38年在这个行业，我看到很多就是一下子把他捧上天，反而害了他。所以看到这些画面有什么感触吗？对啊，真的很快，时间真的很。这个造型我还很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去打得很辛苦啊，然后。对啊，为什么这么快？就几十年了，就是因为这个戏受伤，可能才会回去香港。要不然我那个时候没有受伤哦，可能我一直会留在新加坡。就说所以人生就很奇怪，就向左走，向右走。你有哪一些就是朋友从以前到现在都保持联络的吗？有，好像洪国瑞啊，还有一些文工团的。我们第一部就跟国瑞、跟秀环一起拍叫《年轻人》。在连线的时候，有答应说带你吃你最想念的 roti prata， 所以今天准备了 roti prata。太好了 ！roti prata kosong， 还有 roti 这个有 prata 加蛋。但是我这两样不重要，最重要我这两个老朋友，是金曲拱、洪国瑞。谢谢。那我们就边吃边谈了。好，来。所以当年年轻的时候，不是说 roti prata 应该是你们常吃的一个小吃吗？经济实惠，能饱肚子。我敢请他，他也敢请我。其实，在文工团的时候，我是舞台监督嘛，他就来报名说他要唱歌。那又没有跟乐队，他很厉害了，没有跟乐队配过的，只是那么一次而已。他唱的时候哦，每个人都听到这种声音哦，很厉害了，他真的很棒，全部跑出来看。之后有接触吗？进了文工团之后？那当然啦，他还要看我的脸色吃饭的。对，在文工团他是我上去的，我是一条，他是3条了。他就因为他初来到新加坡嘛，所以必须还要有人带着他，不敢这样带啦，就是陪着他啦。所以20多岁的时候，你一下子就飞上天，你有这个感觉吗？我觉得我没有骄傲，但是有一些动静会让人家觉得你骄傲。为什么？我的记性不太好，再加上我在投入在每一个我这辈子38年里面每一个角色里面，每个角色我一进去我真的会忘了身边的东西的，不是说其他人，但是你会坚持啦，就会对你的角色有执着了，就比如说也会不管旁边的人了，那人家就会觉得我骄傲。但是我在这边可能有一些跟那些过去的制作人员、导演什么，他们可能会对我有误会，我在这里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是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迷在我这角色里面。那么国瑞呢？国瑞是在怎么的情况下认识戴荣的呢？我认识他是在我们第5期演员训练班，就是他给我感觉说，哇长得很清秀嘞，斯斯文文的。干干净净的，一看是个小生的样子。那时候还想，这个肯定是以后一定演小生的。可是那时候他也不太讲话了，那他也不会说很高，不会。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因为他刚从香港过来，在新加坡服兵役，肯定是广东话流利过华语。那时候他比较忙，因为他还得上班呢。要打好几份工。对，那时候也不太清楚他的状况，是后来才知道。文工团了，CK Ten。还是他说原来他是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怎么进入训练班的？原来是那时候的戏剧处处长梁立仁去他唱歌的地方看到了他，觉得这个是个可造之才，就把他拉进来训练班的。那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所以这30多年来，你演了很多的角色就是从年轻演到就是年长。有时装也有古装，好人坏人也演过，高官富豪演过，然后不久前还有一个，还有中年大叔也演过。所以你觉得这么多角色，哪个角色是最贴近你的呢？年轻的时候最接近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是3人行的那些吧。然后
现在最近的应该是留下女高音，大爆，那个，最近的就比较其实也是自己喜欢唱歌啊，比较喜欢唱歌啊，比较有同情心啊那种。所以有没有什么角色是你很想演，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演的呢？可能是很喜剧的一个人物吧，可能济公啊，我觉得这个角色很好玩，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玩这种。可是如果当济公，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其实是吃亏的，因为你太帅了。不会了，现在不帅了，扮起来就不帅了。没有，比较生活一点，比较粗鲁很多。但是我主要是不是说一定济公啊，主要是喜剧，喜剧的一个，但是喜剧也不容易演，最难的就是不是靠你的人怎么演，是靠那个剧情怎么带你。在我面前保持了一个到现在啦，都是很好的形象。他什么的好形象？他很好的，他在你面前我就不是，他就有苦啊，他也不会跟你诉说太多，或者他因为当兵你知道了，而且他出来新加坡，可能裤带也有比较紧嘛，他也从来没有跟我开口。而且他现在他说孩子来了要当兵这些，我有问过他的，说需要吗？住哪里这些，他也没有，对，挺好的。他在我面前就是这样。其实，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他有提到你，有不断的提到你。所以今天他叫我来，我也比较踏实一点，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这个朋友怎么回来新加坡几次都没有理我，你在我心上的。然后就通过朋友来跟我讲，哎，Hugo 来新加坡没有找你妈，那个妈死到我很酸哦，所以我就心想，可能他来处理事情嘛，所以当然是找那些可以跟他处理事情的人。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不是说我不会处理，但问题是说，可能他们在这方面比较容易，我比较内向，可能时间逗留的比较短了，就没有机会。对是 OK 咯。过后再想法就是，是这样的。这30多年来，你都待在同一个行业哦。除了当演员，你也喜欢唱歌，出过专辑。那我也知道你当过导演，所以我记得就是我们在拍那个连线那场的时候，那个穿越时空的桥段其实是你建议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在这里呢，我会拍一个镜头，他们会拍我跟那个廖师傅在这里，我就会跟他道别。我说等一下你看我都拿了你没有带回乡证没有带护照，我这里拐弯了我就去了新加坡了，所以我在这里跟道别，我就跟他抱一下，然后我就出去，他就说一下傻人这样他就出境，然后我去那边呢，我就会在新加坡拍了，我就穿回这套衣服，砰就见到你了。所以这么多的工种，你觉得哪一个角色给你最大的满足感？导演应该可以给你很大的满足感，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是你的想法。但是导演很辛苦，从开始剧本，甚至香港那种环境是投资资金、找老板，然后拍摄，然后完了还要剪接，但是出来最后那个小孩子出来是你的，那成就感最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适合演员好。因为，对，就是刚才我说了，有时候我会进入一个角色太深的话，我会出不来。然后唱歌那个是自己，有时候其实我以前很早的时候，我是先唱歌为主先的，然后也有人找过出唱片在台湾，但是后来我还是留在演戏这个，因为我觉得演戏比较好玩，然后唱歌可以随时自己喜欢唱就好。所以离开新加坡之后，你还有跟他合作过吗？在就是演艺圈里头有，就是在海南岛拍那部《1000滴眼泪》，那时候还是他推荐我去的，他介绍我过去拍的。那我们可以说时隔了多少年？年轻人嘛，1983年，1983年到2005年，然后才再次合作。我很深刻，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我们大家演一个，就是说在戏里面是一个商业的那个对手来的，然后他呢就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但是那个镜头准备了，滚动1、2、3 ，action， 然后我就看到他，突然间我很感触，老了。这多少年了？83年到2005，对，真的是时间真的太快了，我。其实我很少跟他联系了，真的。但是我认为朋友
不用常常联他是一个系的。家人来的了，是他已经是以前可以不要常常联系，现在要，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可是今天这个聚餐肯定要好好的、尽情的，就是聊，尽情的吃。来，我们来吃，喝茶。我已经不客气，已经在吃了。您吃吧。来，谢谢。真的很想去，那你先告诉我。原来是你呀！哎呀，你知道吗？我没你的名字，也没你的联系电话。戴荣已经准备就绪啦。你来了。我今天是要来跟你学瑜伽的。为什么你会接触瑜伽呢？很自然了。其实我真的没有拜过师，有上过课。当年我在新加坡当兵的时候，进了新加坡 MDC Music and Drama Company 文工团里面呢，他们就有教我们跳芭蕾舞的。他们有那个一个芭蕾舞的八，我们在拉。刚开始的时候不行的，全部我不行了，我们新兵。然后后来慢慢拉到最后下到意识嘛，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拉了我觉得舒服。的确，你如果不能下，你再下，能下得到的话，保持做一段时间哦。你看我现在对流汗了，真的会把那个湿气也弄出来。所以为什么瑜伽很多人喜欢？我也试过，是做到大概怎么样我就睡着了。OK， 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就习惯了，那些动作比较做得好了，就是很自然。平时有时候我们拍古装啊，有时候生活那个各过程比较有压力了，就我发觉有时候自己拉了，就帮忙那个人的那种能够松懈，所以我就后来心情也会放松。对呀，所以就一直就保持到现在。好，不过我倒是就是体会到拉筋的确是对身体的，就是各个部位是很有帮助的。对，特别是以前我有背痛嘛。然后我也是通过拉筋的方式来，就是舒缓背痛，然后久了之后，它真的就是能够基本上就跟那个物理治疗也一样。那你太太有跟你一起练习瑜伽吗？其实也可以算是有啦，她很怕拉的，她肯定大叫了，但是她有帮我。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利用一些重量，我老婆的分量，然后可以给她听到肯定骂我，不好意思啊，然后呢就。可以把那个筋拉得更松，比如说这个动作啊，好，我就让我太太坐在这边，好，你可以过来坐这边，她坐这边，我这边就可以压下去，你这个压了这两条大腿的这个内筋呢，它就可以拉得很松，好，你来，你要坐那边，哦，我应该坐在你身上吗？还是坐在这边？还是应该男女？等一下，先放这个，不然男女授受不亲。好，OK， 来，这个，你就坐上来。就你看了，真的吗？坐下来就慢慢我就下去了。3，哦，对不对？对，已经碰到地上了。天哪！所以这个就是双人瑜伽，都是互相帮忙。但是如果我一个人，这个我就做不了。但是做多了，然后就慢慢松了，就可以很舒服。你现在这样，我一坐上来，我基本上那个我的头的那个脸，那脸的汗一直在出了。哦 ，OK。其实。另外一个表现方法就是说，救命啊，请你起来！哎呦！那今天 Lily 难得就是加入我们的一起讨论哦。刚才其实我和戴荣聊天的时候，他有说到这30多年来，不论在哪里做工呢，最重要是一家人要在一起。对。所以戴荣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公呢？哇，或者是说这么多年来，他
他一直坚持说要一家人在一起，这个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很感动还是？其实也开心了，因为难得他主动说要跟我们一起嘛，当然是开心嘛，做老婆，要不然他自己跑开我不敢，我都没话说，开心了所以有时候 OK 的。拍戏就刚才说的拍戏了，拍戏的时候他也跑过来看着我了。因为他有他的工作，我现在我都停下来了。但是其实我以前也有工作嘛，所以其实见面的时间真的不多，而且一家人3个人一起也是更不多，所以我们就很珍惜那些时间呢。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如果能够把多一些时间能够在一起，那就很重要。我就是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们2个也是演员嘛，有一段时间他早期的他很多时候就是背负了家庭线，常常是他飞去做一些活动啊，而且剪彩，甚至是唱歌啊，1、2首歌去赚钱啊。那么我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完全在家里面，说真的，我就等着他回来。我准备东西给他，对，比如说买菜啊、煮啊，就是他回来，就是我也会到处跑，但是我尽量他回来的时候，我不出去。所以你觉得你最欣赏他的是哪一点呢？他其实挺好玩的。其实我不知道啊，真的，我们挺开心的，一起的时候，因为我也喜欢开玩笑啊，他也是很搞笑啊，所以我们就是会经常去用开心的心情去生活、去沟通啊，去冒险。其实我看你们是好像老夫老妻，但是又好像年轻人一样爱玩爱闹。老夫少妻，不要这样子。哇，你真的不要这样子。他嘴巴对你很甜。对，就是讨厌。讨厌吗？还是开心？确实是这样吗？确实是这样吗？对不对？最重要你觉得？你们说是不是？我老婆是不是很年轻？对不对？哎呀，你觉得行了，其他人就是漂亮的不得了，没事。谢谢。那作为一个父亲呢，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父亲呢？他那个父亲只会玩，跟儿子玩，然后其实就没什么沟通的了，就是一直在玩。玩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我知道你喜欢打电玩哦，所以今天准备了一个电玩游戏，不过是应该你没有玩过，我也没有玩过，都是第一次玩。肯定没有玩过。我们来互相挑战一下，试下。好。按 A。哦 ，Just Dance。跟孩子一起互动，这种是最好的。因为主要是小孩子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跟他们玩。是。所以我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当然我不是玩这种的。所以打电玩的时候是你先开始还是孩子先开始？其实他先玩，但是呢，他很厉害，他那个时候很小，就一直把我带进去，叫我让我学了之后呢，我糟糕了，就是大孩子。我迷得比他更离谱真的，所以就变成了是他叫我老爸吃饭啦，不要玩啦，是他喊我，所以他这个桥段很古老。可是你如果是选的是这个电玩的话，你应该不会沉迷到不吃饭，因为你会饿到很想吃饭。哇，对，但是这个我觉得挺好，你看我都出汗了。对，我也流汗。为什么这个我懂你这个节目老是让人出汗呢？其实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们2位。什么惊喜？拿奖？看一下这个熟不熟悉？OK， 真的是哎。你们在我的人生里面，在我的心里面占了很大一部分。我很珍惜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也非常的知道没有你们就没有我。我愿意花我一生的时间去孝顺你们，去还给你们。可能我应该是还不够的吧，但是我会尽我所能哦。我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也愿意就是为你们付出，因为不单单是因为你们是我的父母，也是因为我很疼你们，你们也很疼我，
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你们是值得珍惜的对象，而我需要还给你们，因为你们值得。就是孩子，父母爱孩子，孩子孝顺，回报父母，这是一个很简單的原因啦。好衰㗎，點解會有揾到嘅？對，孩子現在在英找國嘛到啊，在英國念書嘛，對啊，所以我們就找了他，然後說要訪爸爸和媽媽，然後讓他談談說有什麼話想跟父母說的。這些話他有跟你說過嗎？還是從來都沒有？有跟我說啊，但是我沒想到你們會找到他咯。可是對我來說，我沒有想過年輕人會可以就是這麼坦白。你看他重複又重複，就像他成熟老人家過我。對，他跟我們真的完全不一樣。其實我們真的很調皮，他經常會教我們，怎麼要乖啊，管我們啊，不啊，對，管我們，對，很管我們的，不要太晚啊，什麼什麼的。我小的時候，我爸爸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喜歡玩遊戲的人。直到比較近期一段時間的時候，我找到一些比較我喜歡的遊戲，然後我覺得他也會有興趣，我就介紹給他玩咯。這個遊戲我覺得拉近了我跟他的關係很多，尤其是近年來，因為我跟他比較少一些共同的嗜好，所以這個遊戲算是其中一個瞄點，讓我們都是有東西可以一起聊，有東西可以一起罵，一起不喜歡看見被別人打敗的時候互相責怪對方，或者是敵人我們打不贏對方的時候，一起去在那邊說敵人怎樣子壞，敵人我們隊友玩得如何爛，怎麼差，然後所以很多有趣的事情在近期的時候都是因為遊戲而把我們帶動回在一起，更多共同的話題。所以至今你覺得你的人生有什麼如果要總結一下，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哇，這個倒真沒想。是認識你太太嗎？這也是也可以啦，就是太太肯定啦，肯定，她真的是很愛我的一個女人。我很幸運有這麼一個很愛我的人，我是讓她感動到我。對，這個肯定是的啦，這肯定是我最大的收穫的其中之一。和吳岱融夫婦的相處很輕鬆。因為他們的互動非常有趣，他們會經常互開玩笑，並且逗對方開心。我在旁邊看了，也經常被他們逗笑了。不過有一點很肯定的，那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很恩愛。可是當吳岱融一個人的時候，我又能夠明白他為什麼能夠演什麼像什麼。就好像他自己說的，他是個情緒化而且有脾氣的人。而這些都是當演員必須具備的條件。有脾氣讓他進出角色比較容易，情緒化讓他容易感動。或許也因為這樣，在訪問過程中，他流了幾次淚。小時候看吳岱融演戲，只覺得他很帥。那這幾天和他相處下來，覺得他很用心，也很用功。他堅持做運動，也自學瑜伽，並且堅持鍛鍊，為的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狀態。還有另外一點讓我感到很有感觸的，那就是他周圍的人在訪問中會提到，平時難得見到他，只能夠在電視上看到他。我的工作也需要出現在電視上。那曾經因為工作有一段時間很少回家，爸媽也只能夠在電視上看到我。我想他們的心情是既開心又無奈的，畢竟孩子不在身邊，所以對自己重要的人，平時就要多關心。特別是在疫情下，有時候想要面對面見個面都不容易。而家群雄割據，我已經拉攏晒啲諸侯，幾個軍同喺許昌會，幾十萬大軍整裝待發。既然你言而無信，目中無人，